今天报道一则政府住宅补贴资助政策住宅3支箭方案，希望继续收到热点新闻，请帮忙分享、按赞或订阅。接下来，内政部长林佑昌13日针对住宅政策3支箭，分为2短期与1长期。短期为房贷补贴及300亿元租金补贴放宽资格，长期政策为青年购屋基金，让有一定能力且想购屋的年轻人，在政府的协助以及自身努力下得到购屋第一桶金。内政部长林佑昌指出，他承诺将推出新住宅政策青年购屋基金的支持机制，要让年轻人透过自己努力及政府支持，买到合用的房型，而适用的总价金额、购屋者年所得等适用范围，待行政院做最后确认再向外界报告，预计最快2月16日就会有答案。林佑昌说，为了支持年轻人买得起房，内政部将建立青年购屋基金制度。他强调是累积而非基金的基，希望推行年轻人定额储蓄加上长期政策支持。至于定额储蓄金额、政府资助金额等，需要等到行政院拍板才能公布。针对租屋族及现在已购屋且有房贷的族群，也会有补助计划。林佑昌表示，2023年租金补贴有精进作为，为让每年300亿元租金补贴效率提高，将放宽对象，因此2023年开始实施随到随办，就户能直接给予陆续补贴，不需要重新申请。针对过去看得到、吃不到的租屋服务，申请规则也松绑。林佑昌说，未来要申请租金补贴的租屋人免付房屋与房东证明资料，另外补贴日期会从申请当天开始，而不是以核定日期才开始补助。另外，因租金补贴去年申请年纪限制为20岁以上，但因民法修法成年人为18岁，因此同步将申请年龄下修到18岁，相当于大一生就能申请。对学生族群来说是一大福音。针对已购屋的房贷族，林佑昌表示，仅持有一户自住贷款者，并设排付条款，采每月定额直接拨款到符合资格账户，且仅限既有贷款户，不含新贷户，而补贴贷款余额将介于一定额度范围以内，余额低、负担较轻者，例如余额100万元以下，及购置价位高、房屋贷款余额高者，豪宅等不予补贴。相关人士透露，最关键的在于家庭平均所得在一定分位数下，目前最有共识仍是在50分位以下，且根据双北和其他县市做出区分门槛。另外，此次补贴不用自行申请，内政部会透过金管会提供的名册，直接拨款给各银行，再一次性汇入符合资格民众的户头。感谢您收看龙房产热点新闻，我们将陆续推出您关心的房产热点新闻，请帮忙点赞鼓励我们。想持续收到热点新闻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